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目光塔罗的频道。今天是七夕，我们都知道七夕有一个爱情故事，就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嘛。所以七夕情人节特辑的最后一个占卜，我们来占卜一个前世今生的话题，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前世的一些约定，然后怎样通过今生来达成、来兑现。但要讲在前面的是，无论是哪种约定，今生是如何兑现，勇敢往前迈的那一步很重要。如果只是原地停留，那再好的羁绊也会有留不住的那天。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我们一起深呼吸，集中注意力，放空大脑。大家可以通过点赞和本视频交换能量哦。那面前的这三个指示物，第一组是莲蓬，第二组是这个白色，第三组是这个松果。根据你的第一直觉，选择和你感应最强的那一个吧。看不清的小伙伴可以按一下暂停键。那我们现在开始解读啦。这里是选到莲蓬的这两个人，从前世这边你的状态，他的状态来看，都没有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你也是混在一批人群当中，然后他不好说有没有跟你单独相处过，在自己一个领地里面，这张星星牌是路过的一个人，打水的一个人，然后到你这边停下来，他是个漂泊者，他是一个旅行家，来到你的家乡，然后做短暂的一个停留，看到你一些比较动人美妙的场景，曼妙的身姿，他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决定，有些就是遇到你之后，他会离开他原先的那种角色设定的感觉，也会蛮想就是按下一个暂停键的，这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他的某些使命吧。所以就算是有交集，也是非常地下的那种感觉，非常隐蔽的要躲起来的。所以前世的约定会出现一个很好玩的情况，保健期就是会两个人打趣的说，如果就是下辈子再遇到，伪装成什么样子，你还会不会认出我？就是戴上面具，然后也不说是谁，乔装打扮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两个人前世的一些交集，它就是会有存在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啊、约定啊这样子的，甚至是随口提一句。然后今生是圣杯4逆位，你会把这个人当成一片财富去守候、去等待，直到你找到他，直到他找到你之前，你都不会轻易的去许下承诺，不会轻易的踏入爱情。就这个感觉很强烈，哪怕母胎单身，哪怕这个感情状况经历不太顺都没问题，因为还没有等到对方，因为这个感情它信息传递出来，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勇气去揭开它的面纱的，就是不确定很缥缈。因为前世他看上去是比较聪明的一个人，比较善于去有点像东躲西藏的，他不能直接的在你面前展现出他真的一个样子。然后你这边其实看上去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有兄弟姐妹，或者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做一些事情，他对你有好奇，但是你也不一定是你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所以圣杯4通过何种方式还是等待安定，然后今生你是看向他的一个能量，就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出现，你愿意为他去守候，愿意为他去驻足，你的目光愿意为他去停留，你的身体不一定停留，但是你的目光会一直就是追随着他，因为前世是他找到你，然后今生是有点像是转换一个角色，漫长岁月里去等待一个人。我听上去会有一点清冷，但是今生能量这边故事啊，情节也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牌，宝剑女皇这边隐士再加上圣杯10，两个人会在一些修行的课题上面有相遇，或者有一方就是修行者，另外一方是把修行作为一种研究的课题，学术界的一些大佬，你们对一些特定的专业领域的知识会很有共鸣感，这个交集是有强的感应的。那在这种就现代的我们环境下面，我觉得直接对应到的可能就是网络上，因为网络它本身就是有个面具，它就是有个渠道，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原生态的形象呈现在你面前。就第一次跟这个人的交集，它很强烈的是带有一种非现实色彩，那后面才有圣杯，是可能真的要有见面或者有现实里的一个交集和联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包括你自己有2个甚至很多个面具。这个人他现实中的性格特质啊，跟他本身的职业跟他的形象感觉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那所以今生你们2个的一个相遇课题，就有点像要去摘下去卸下彼此的一个面具，然后他这边也像卸下他的袈裟，然后你这边也要放下一些惩戒。前世的时候其实就是2个人相对自由的，
来无影去无踪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这边也会怀疑他究竟是为你停留还是为其他人停留，就是有不确定的这个成分，交集是有的，但是他那种链接是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不是情深意切的感觉，然后两个人今生在碰到的时候，就会本能的把内在的部分隐藏起来。你如果碰到一个人，你特别不想把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他看，或者你只想给他呈现看其中一面，那这个就要注意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讯号。所以蛮好玩的，就是你真正一点点打开自己的时候，就是有种面具被融化的时候，最后也是两颗纯洁的心拥抱在一起，会发现你们其实共同守护着一些彼此的梦想。我在一些共同喜欢的兴趣爱好里面呢，或者专业领域里面，都是有一些不错的成绩体现出来的。所以有碰到我的情况下，确实会有点像是人群中大海捞针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也不一定记得你是这个姐妹花中的哪个人，前世就倾向于就是看上去你很合群，但其实你也不一定，可能是被迫的在进行了某种表演，或者呈现出某种姿态。那今生其实你们俩的内核会更加的接近，甚至是同享一个灵魂，共享一颗内心的感觉。然后见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剑拔弩张，两个人交流啊，或者是联动的时候，就不是不正常啊，是那种非正常状态，就有点像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那个小孩子，他要去见外面的人，去交易的时候，他会披上他那件披风，然后就变成一个小老头，那种感觉就是马上要伸出自己的锋芒。你这边也是的，你像小猫咪伸出爪子去警示这个世界，生人勿近，不要来搞我。其实内心深处你们都是在共同守护着彼此脆弱的那部分，你的目光就是对他的防备是有，但是也是会一直去追随着他，然后你会在他身边会特别安心。这个人呢是值得等待的，哪怕就是在当下见面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在世俗上是属于你，但是在超越世俗的一个部分里面，你们会有特别强的一种链接，然后可以去跨越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个限制的。所以这一组如果是有遇见的话，就是需要你们勇敢一点。有些时候面具固然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自我的一个方式，但是也可能会让你错过一些良机，或者是会有一些误会在其中。当然我觉得圣杯四的逆位有这样的一个打破这种人设的时候，慢慢就你放松下来了，其实你会发现有一种真的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一个感觉，你们灵魂是相吸的，相信这一点。这是给到第一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力量，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这里是第二组啊，选到是这个白色小花花的前世跟他的约定，然后今生会如何达成。首先看一下这边，你这边前世是圣杯骑士，然后他这里是宝剑9，前世的约定是宝剑4，今生如何达成是女皇牌。前世你们俩是蛮不同类别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纠缠是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禁忌之恋的感觉，所以条件上是不太被允许的。然后他是有一定的才华地位的人，然后也是只能把你放在心中，想见不能见。然后你这边其实一直在惦念着他，你会去到很多地方，然后见过很多人，但是生命中只有这一个人在你身边，里面就是留下了蛮强烈的一个印记。但对他而言就是有点像他只能把你埋藏在心底，像不能说的秘密一样，很难跟别人去解释这种感情，或者解释你这个人，他有很强的一种难言之隐。那基本上对方其实是一眼确认的，所以他会有点抗拒啊，就是他知道不可以，所以就放心底。宝剑4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温馨的时候，坐在一起聊聊天，相约着下辈子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就读书，或者是什么都不干了，因为在一起取个暖也好。这种很简单的一些心愿，因为前世其实都有自己的任务加持在身上，所以相遇有点像一场无疾而终吧，就是一相遇就注定是悲剧，然后也不是悲剧了，就有点宿命的这个感觉。那今生就还不错，今生女皇牌没有看到很强烈的那种怨气或者是这种仇恨，两方还是会碰到一起，但是具体这个时间不一定是现在，就还不一定会遇见，就是要发育过，很多是蛮成熟的那个状态上，然后是通过一些物品，通过一些共同的资产来完成一些前世的约定，也可能会有一些金钱上的一些交易，
然后有一方会给另外一方类似于投喂很多东西，慢慢去建立这种现实的感觉。因为前世某种程度上它交际太少了，就是沟通什么都停留在一种心灵层面上，甚至是梦境的层面上，甚至可能连手都没有拉一下，然后只是眼睛确定过，然后两个人就各自奔赴自己的一个路途，带有一种不能僭越的这个成分。那今生就是给你们有一个这样摸爬滚打现实贴贴的一个机会，尤其在一些自然的风景下，或者在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里面，穿着美美的衣服，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那种仪态，很优雅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人也不缺什么东西的，所以碰到这个人你还是比较有自己的地位，比较有拿得出手的这个东西给他看的，所以其实不需要很强的那种纠葛，就自然而然就吸引就靠近了。那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可能在于说女皇牌就是可能有时间差，就是有一种情况是你跟他约定不一定是以平等的身份来建立的，有可能你是他小孩，或者他是你小孩那种感觉，甚至就是有容亲关系，一方是爸爸妈妈，一方是那种小孩子的感觉。那今生的故事也是出现3张人物牌，宝剑国王、权杖女皇，以及我们这边有个星币侍卫。今生只能说他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人，一个存在而已，他并不能说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全部，你生命中也有其他人在默默地守护着你。但是前世这个人呢，他会在你的一种带领之下变得更加强大，你们类似于互相成就的关系，然后你能在这个人身上找到特别多的灵感，就他的自我要求特别高，他某种专业水平、某种学术素养是极高的，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无穷无尽的那种创造力跟灵感源泉。然后这个人他其实狠起来的时候，他对自己下手很重，因为前世他是一个禁欲者的一个姿态，某种程度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一种地位或者一种名誉，像那个青蛇里面那个法海一样，就为了修炼自己的段位、戒色戒欲这种能量，所以他是偏冷淡型的。因为他不冷淡的话，他没法做成事情。那这种冷淡的会很莫名其妙，就激活你身体里面那种欲望，你想要打开看见他全部的真实的这个感觉，有点互相成就，伴随一点养成系啊。就这个时候你可能身边还有其他人在，但就是这个人呢，他是你有点像内心一道忘不掉的伤痕，但这种伤痕也是通过其他人来确认的。身边也有些比较优质的、比较稳定的桃花，但你可能就是对这个人会念念不忘啊，就是也有人在照顾你的这个起居，关注你的成长、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但是这个核心的力量还是有点指向他，指向这个比较有精神共鸣的、前世有些课题的这个人。其实给到他的任务会相对多一点，因为你们俩如果要黏在一起的话，就他这边要更多的打开心房啊，他要真正去接纳这一份属于他的爱，属于他的能量。但是前世他也闭眼了，今生他也有点抗拒那种感觉，他很难给你那种正面的回应，或者回应是比较的直接犀利，比较的否定多过于肯定。但是今生的话，他的位置他的地位还在那里，但见到你之后他会有个破防的时候，他不像原来那么端着了。就这个人他主动的时候，他会释放一些信号，他的信号可能是很曲折，不是这么直接，但是会跟之前有不一样，然后你抓到了这一波，你就会靠近，然后两个人就有这种互相成就的时刻。他内心在遇到你之前，他会有很多的那种确定的不变的价值观跟标准，很多的防线不能更改，不能够动摇，就是有板有眼的去执行的。但是你来了之后，就是有点像一把火都焚烧的感觉，甚至他可能会不记得一些契约，他忘记一些前世的约定，在你的身体里面是有痕迹留存的。所以你碰到他的时候，你的感觉会特别强烈，你这根火柴就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然后他这边就有一个破防的这个时候，然后会需要第三方人物来确定，但他不是捣乱，是来帮助你更好的完成跟这个人的一个课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炮灰了，完了脸都没有露出来，他就是一个工具人的这感觉，完成任务他就跑了。所以前世的话，两个人性别可能有所对调，你是男生，前世他是女生，这个感觉，或者是能量上阴阳上有对调，那爱的任务交给你去达成，然后这个打开心房卸下防备的这个任务就是去交给他。那这个中间就怕你没有什么耐心，
就是一点点看他没有反应，感觉这个人像一团坚冰一团顽石一样，就是点不着你就跑了，你可能会去找别人就是苟合一番，然后就是在这过程中还是会念念不忘这个人，没办法，这就是一种羁绊。因为前世其实就想寻找一些很温馨的这个时刻要去实现，但能否实现，女皇牌表示会实现，但是会有点晚，就是有点这种好像要有一个很完美的那个状态才行，但凡你们对自己还有一点点不满意，这个时刻都蛮难达成的，所以倾向于比较不是年轻的时候的一种能量，相对于是两个人都比较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再有一个充分的这样的联系跟交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的前世的约定会让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约定，但是好像今生就命运会让你们要去突破自己的那种人设才能够去实现，其实是很简单，但可能会搞得有点复杂，然后中间也会有些其他的诱惑出来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段关系好就好在可以互相成就，两个人没有互相的吞噬，但是却是在互相的帮助彼此，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成长。所以我会觉得今生你遇到他，你会变得更加有企图心，你会变得更加有野心，你会通过这个人想要去做更多，想要去燃烧的更旺盛，然后他的话也会更加的自然一点，自洽一点，那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那种负面，有点像是确实有带有一点点双向救赎的一个力量，但是它并不是一对一特别专一的那种，一对一它其实是阶段性的扑腾一下，然后你这边火如果火势低下去，那他也会更加的就是心灰意冷，就有点像这个人他是生活在暗处，然后你要用你的光明去不断的照亮他，但你照亮他的时候，你的自己的能力也提升了，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组还是很强大的，就你们各自能够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成为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你们越完美越完善，然后越感觉不到匮乏的时候，就是这个约定真正可以实现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完美的时刻。这是给到第二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力量，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这里是第三组啊，选到的是这个小的松果呀，有点象征这个松果体的感觉，是我们掌握大脑中一些激素分泌的这样一个神经区域。我们看一下跟心中想的这个人，感应特别强的这个人前世的一些故事，然后约定今生会如何的去兑现去达成。这边前世你是节制，他这边是圣杯侍卫，然后约定是宝剑一，何种方式达成是圣杯八的逆位。首先大概率是有碰到面的啊，对方前世是比较害羞比较天真的那种小孩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有点像老法师的感觉，然后很明显的两个人是有些标记有些契约的，今生一开始是不会珍惜的，想逃不是你想逃就是他想逃，反正不敢相认，因为有点类似于那种标记太明显了。宝剑一这个能量，打一个比方，就像你们两个在前世类似于设计了一个纹身，然后全世界只有这一个纹身纹在你们两个身上，所以这种落实到今生就有点像你们身上有些胎记，或者一些痣，或者一些五官的位置极其相像，五官的某个部分，眼睛眼神或者是鼻子，是有点像是某个共同的模子里面刻出来的，它不是整体的气质像，而是就那一个点拿捏的那个部分。所以你见到这个人，你会马上就很容易从他身上看到自己，一个眼神一句话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种感觉就是识别度非常高，以至于你可能第一瞬间想跑，然后又好奇，然后又想逃，那种感觉超默契的。前期是有点虐心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有些隐藏的剧情，我尝试解一下，他这边是圣杯侍卫，你是节制，那就是你是老法师，他是小学徒，这个感觉他还没有学完，看上去是他在向你求学那种感觉，但你这边有很多要照料要去兼顾的对象，兼顾的事情，他只是其中一个，但是他是陪伴你最久的那个人。不过你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在自己的一些场合里面耕耘，然后来回奔波折腾，那这个人是很沉默的，他前世比较难把自己的内心情感流露出来，或者他会通过一种才艺，通过一种艺术的方式去展现，通过音乐，前世会有些音乐上艺术上的链接，然后今生你可能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被惊艳住，这种记忆就会被开启了。这个人身上声音或者语言是有魔力的，你们俩之间要么两个人一起，
要么一个人是很有音乐艺术的天分细胞，他不会很直接的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有点像你给他设置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目标，然后没有来得及去实现，那这部分能量就延续到了今生，然后今生的这边的故事会有点虐心。这个星地五逆位，宝剑五逆位也是正义派，早期的时候要经过一些折磨跟考验的，就两个人可能蛮早就相遇了，然后相遇的时候在争夺同一个东西，可能是呈现出竞争对手的那种关系，前世你们是有位阶差别，然后今生碰到其实是年龄差不多，年龄相仿或者是同一个位置，然后很明显体现出来要去抢一个东西，你碰到他，你那种胜负欲就被激发出来了。这个像不像哈利跟那个塞德里克去抢那个火焰杯，就是很想把对方打败下去。尤其如果这段关系牵涉到很亲密的感情的话，他会有很强的那种征服欲，他在迷恋，在爱之外，他有一种很强的占有欲。而且你碰到其他人不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你碰到他就铁了心的那种感觉，肯定会碰到。这个要么大概率已经是碰到了，这个人就是在今生，他有点像配合你做一些事情，都是5号牌，然后这种对峙感还有这种镜像感特别强烈，就是你斗争，你上头他也上头，你匮乏他也会呈现出自己的弱点，你弱他也弱，他像个镜面反射一样，你无论如何都会发现走到哪里怎么都有你，那种感觉就是你没办法把这个人摆脱开来，这段关系会让你很拧巴。就从前世的状态来看，就是精神它延续到精神的身份啊，两个人其实是打平手，或者会有点像克你的能力，把你能力在精神克制了，所以你会比较不舒服见到这个人，你会很想去要证明一些东西，或者就是要去争出胜负的那种感觉。那这段关系就是早年也分分合合，会纠缠到起码2次以上，分分合合起码2次以上，然后呢最后其实正一排，你会臣服于他，你会认可他的才能，你会用他锻造出来的能量去肯定他的价值，很奇怪，肯定他的才华、能力、魄力、勇气，最终就是他那边的能量得到在你这边的一个认证。这个人有点惨，不知道为什么，就今生两个人一见面是逃避的，甚至要一次又一次的逃亡受挫，然后两方之间有一个人就是在外面受过了很多的挫折，受了很多的伤害，回过头来才发现对方的好，没办法，就这个感情，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跑出去了，跑出去感受更多，你回来的时候你才能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感受到这个珍贵的点，就原来你看你这边就是还是比较安逸的，尤其是什么都不缺那种感觉，然后你今生就是注定要去探索一种匮乏感，因为前世你一直在接受一种纯粹，一种完美，你在修炼一种复杂，那这个能量延续到今生，你的修炼方式变了，前世你可能只要打坐，今生你要在现实的污浊里面去打造这段宝剑，打造这把属于自己力量的勇气的这把宝剑，那就是要在今生这潭泥水里面去锻造这个心性，所以讲修炼方式变化了，然后要更加艰苦卓绝。那这个人他的出现就有点像让你去打心眼里从接纳他来接纳这个世界，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今生你会从他身上做一个他，像是个望远镜一样，类似于通过他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很多可能性，尽管这个人可能特别少言寡语，他甚至可能以一种挑战你的姿态出现的，他会在某些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样子，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没变，是你自己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升级，所以到最后你会感谢他，有一个感恩的这个感觉在里面，但他很隐晦，其实没有在这里面看到很多他的信息，反倒是你就是他是来锻造你的，然后你们有些印记是一样的，很容易识别出来。唯一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好像看不到后续，好像就是一旦这个契约完成了，一旦肯定了什么东西，然后发现了彼此争气的那颗心灵真的走进了彼此内心世界之后，好像就戛然而止了，就没有后续了。但这里的没有后续不是说是你们会就此分离，而是说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具体是什么阶段看不清楚，大概率是因为在这一步之前你们就是有点像故意拖晚这一步，故意去放慢这个节奏，哪怕很多内心的分分合合
也在所不惜，因为你们不想很快的去确定。就如果说你们听到这边有很强的感应，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就是你真的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你生命的痕迹的，甚至有可能你们的这种生命的节奏的时间是很相近的，会非常接近，所以会觉得这个时候善终就是这个人的出现，起码你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白来一趟的，因为这个牌它在不断的确定一些事情，就你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该说的不该说的，就是看不清的东西，它会最终得到一个确认。好，就是像那个车窗上的雾气一样，会被擦亮，会被擦干净，你们会有一个坦诚相见的时候，无论是身体意义上的还是心灵意义上的，会有这样一个抛开自己的时刻，然后把自己完全展现在对方面前，就是这个约定。这个约定是要通过一些挫折去考验去磨砺的，然后有点像对方，就看上去你这个契约是你定下的，我们下一辈子可能要有一些挫折磨练，才能更好重新认识彼此。但是有点像是他在用他的情感推动一些事情，要让你去证明，让你去走一遭，他暗中在证明，就是我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觉得他只需要证明这一点，然后证明完，两个人好像就有点像是进入到下一个故事，下一个篇章了，好像是解完了。这一组我觉得前期很虐，但是一定是有值得的部分，而且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主题还是你这边，所以还是那句话，要克制一些冲动，克制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把它用种比较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你们会有彼此真心相对那天，那天会是你生命中非常了不起非常盛大的一天，要勇敢的去表达。这是给到第三组牌朋友们的解读。然后喜欢我的视频，感到有力量，欢迎帮忙给我点赞订阅。最后祝大家七夕快乐，勇敢去爱，大家都会收获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